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那看到这边的兵表阵容，应该就知道我是使用暗精灵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先从领主开始介绍巫婆赫里伯王。其实我很少使用它，然后这次出它搭载是他自己专属的载具，名字我忘记了。那赫里伯王它主要是用来反步兵的，那搭乘这个载具过后是可以在步兵群内洗澡，限步兵，不要混杂其他东西。那这边也稍微简单看一下，凯恩之怒强化基本攻击加 50%， 破甲伤害加 50%， 近战攻击加 24%， 但是会变狂暴。然后这个鹦鹉必杀也是加 50% 的武器基本伤害跟破甲伤害。它这边加成的都是近战武器哦，远程没有提升。然后这个女巫之酒也是基本武器加 50%， 破甲加 50%， 近战攻击力加 24%。都会狂暴。然后这个凯恩的凝视，那也是提升非常多能力啊，都是提升 25%， 然后近战攻击加 24%， 然后士气加8，也是会狂暴。那这边被动是这个就是暗精灵的被动了，基本上它的主要技能都是放下去会做一段时间的强化，然后强化的幅度都很夸张。不过缺点都是会狂暴，基本上放上去过后，你就是让它自动打人了。那这边看一下，就是正前方是出了5队的长毛兵，最基本的步兵单位。那后面带了2队黑卫，这个就是非常顶尖的长戟兵啊，造价不便宜啊，而且它的面板素质也非常的好。主要就是针对对方的大型生物。那最后面的总共出了4队的弓箭手。暗精灵的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射程虽然比较短，只有125，但是它带的是破甲伤害，它有11点的破甲，这个非常恐怖啊。高精灵是射程是180，比较远，但是没有破甲。有破甲跟没破甲，其实使用上就会差非常多，除非你遇到的对手是护甲是比较低的，那就没差。但通常来讲啊，绝大多数的单位的话，有一定的护甲状态的话，有破甲当然是绝对比较好。那这边呢，放了2队的暗黑骑手连射弩，也是一样有着破甲伤害，但是它是骑马的，所以机动性更好。不过呢，模组数量比较少，它只有30个人头。那普通的话，这种话有45个人头。那我们最后这边来看一下是蜥蜴人。那这边总共就是前面带了3队的火蜥蜴猎杀团，不要小看他们。这个3队起火一次，这个领主非常有可能直接打成重创。绝对不要小看这三队，这3队在前面是可以做非常多事情的。其实会比较建议就是这种东西摆在后面会比较好。当然，他也可以先过去，先消耗对方的主力一波，看每个人的打法啦，就是看是要瞬间输出还是在后面持续射击。那这2队的变色龙呢，是我非常讨厌单位，因为它有非常讨厌能力，叫做移动射击。有的移动射击过后，加上它本身的移动速度，以步兵来讲48算还不错啦，不差。但是它最讨厌就是这个，你只要被它射中就会中毒，中毒就会缓速，缓速是减少 15% 的速度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步兵单位去追它是没辙的。它的速度已经不差了，然后再外加你又中毒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被它风筝到死，所以这个很讨厌。那这边3队就是最基本的灵犀大队啊，就是肉盾。更正，这边总共是4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一队神圣克洛西哥精英版本，这一队非常的可怕。现在面板数值
武器威力来到145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数字。然后破甲伤害是101哦，破100的破甲伤害，这个非常可怕。他基本上是步兵在他面前都是跟纸糊一样，他想锤谁就锤谁，那个步兵跟他打都很吃力。你哪怕是黑卫跟他打，虽然说黑卫应该是会输啦，但是他也不会太好受。所以最好来讲的话，他不要去锤长戟兵，锤其他都可以，长矛兵其实也还可以锤，但是建议不要。然后这边有一队是盔甲龙附身水晶，它主要就是用来担任补血作业啦。啊，这边就是盔甲龙太阳引擎，太阳引擎就是算炮兵，但不要以为它是炮兵而已哦，仔细看一下，它的护甲是高达140。你放一次减甲减30，它的护甲还是100以上哦，所以你要放减护甲的技能，最好是超载下去放，要不然100以上其实效果不是很好。就是减完护甲，其实还在100以上，其实你打在他身上效果真的很差。然后这边看一下马自达梦迪，那这边是骑乘的是三角龙，非常可怕哦。它这个破坏力就整个就不一样了，护甲也是高达的130。它这边带的是神话可以补血，还有阿明托克之网，如果可以网到东西，然后搭配上这3队的集火一次，那个效果会非常可怕。这边就还有这边自己的基本的法术，一个强风系的法术，还有一个放逐之光，这个非常讨厌。然后真正让我最讨厌是这个古贤者之盾，因为它是一个蛮大的范围，然后在里面所有的人伤害抵抗加20%，然后还有补8的士气，这个非常的讨厌。当然自己在放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就对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进入战斗吧。刚开始呢，双方算是没炮兵吧，有啦，对方这边有一队啊，有一支炮兵。不过看这距离，其实真的算很短。那刚开始这边西人首先是让火蜥猎杀团往前冲哦，想要打一次爆发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方法师走太近，哦，缓速一下，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这个魔法师野兽系。那这次带的是不一样，是带这个坚硬毛皮、卡唐变形术，然后还有狂野形态。主要都是强化系的能力，不是攻击的能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火蜥猎杀团，这几发下来，其实打下来会很痛哦。不过很可惜，我都躲掉了。这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他直接先抓黑尾，没有错。打一定要打这种高价单位啊，不可能跟你打前面这种平民单位。好，这边来不及跑，没有打算要走的意思。不过他这个其实算是牺牲很大哦。那这一队其实基本上看弹药量还那么多，就是代表算是没做事就跑了。后面弓箭手在疯狂的集火哦，要尽可能的要先把火蜥猎杀团先击杀掉。这边放了一个魔法放逐之光，但是后面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哦。他这个放下去就很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开了这个古贤者之盾哦。不过呢，我方这边只有放的是2队的长矛兵啊，对啊，3队长矛兵给他打其实还好。然后有一队是被网住的，其实网住没差啦，他毕竟在跟近战状态下，其实网住是不能移动，但不代表不能攻击，因为这种状况下被网住是没差的。除非你是网住对方，然后把对方给冲撞走过后网住，这样好像会有差，先撞然后再网，好像有差。这个我没有实验过，这个我不确定，我只是凭我自己的感觉。然后这边4队的弓箭手刚激活1人下去哦，马自达梦迪血量其实够蛮多。好，他这边直接撞上了黑卫，这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好，这边又放了马术下来，不过马自达梦迪已经陨落哦。他被疯狂激活过后，果然会撑不住。再来就是比较麻烦，就是这个神圣克洛西哥，他是
非常可怕的大型单位。然后这边外加这个灰甲龙附身水晶哦，这样子围殴下来，其实克里伯王打起来会很吃力哦。他本身是反步兵单位，不是反大，所以他打起来会很痛苦。然后这边放了狂暴，然后放了非常多东西，英雄必杀、女巫球，加上坚毅毛皮都放下去，然后跟他们硬打，勉强其实算打得赢啊，就打得很勉强。那这边神圣克洛西哥在揍我方的弓箭手，不过没关系，一队给他揍，还有其他队友可以去打。好，他剩下2个模组逃走了，然后附身水晶这个血量应该也是回不来的吧？好，看到了，对方主要的单位基本上都算是陨落了，后面比较麻烦就是一个太阳能。然后这边再开个技能哦，放了红野形态，再继续攻击。好，这边也召唤一只凶蛮蝎尾狮要前来助阵。哇，这个克里夫王挺了非常多炮火哦，那个血量是直落，而且对方的太阳女骑一直在点领主啊，这种针对性打击真的很讨厌，强力谴责。我真的很不喜欢领主被那种针对的打，那感觉都很差。虽然说如果对方是不死的话，确实应该这么打。如果对方是不死的话，绝对一定要去斩杀对方领主。基本上这边所剩无几了，剩下都是一些比较好处理的单位啦。因为我方弓箭手还在，而且暗精灵弓箭手是有破甲伤害的，所以较不怕蜥人这种高护甲的单位，其实就没有差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基本上他们这边主要输出就是火蜥跟这个神圣克洛西哥，但是刚刚这个神圣克洛西哥跟盔甲龙撞在赫里伯王身上，不过赫里伯王开了非常多技能去硬挺这2个哦，勉强挺了下来。但是那个也是有时候打出一些成绩，就是把用搭配的弓箭手把对方的神圣克洛西哥给消掉。然后马自达梦丁呢太早送了，虽然说他骑乘的三角龙可以在步兵群面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是没有错，但是如果对方很多弓箭手，建议你还是直接撞弓箭手，不要去理前面的东西。这种单体巨兽有一个非常大的权利，就是我想打谁就打谁，我不想打谁就不想打谁。他们的权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哦。你怪物步兵其实也不见得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这种单体巨兽都有这种非常大的权力，所以要好好利用。虽然说效果上面没有写出来，但是这就是他们这个我们巨大模组的最大优势。那变色龙呢？其实坦白讲啊，变色龙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是抓落单的也是可以啊，因为它攻击过后会中毒，对方基本上如果是步兵都是没办法去跑开的啊，骑兵也许还有机会啊。这种变色龙的话，最好是抓落单单位，或者是贴到后面去偷袭，它很适合做这些事情。然后火系猎杀团就是持续输出，其实在前面打一波爆发，你要有决心，在一波爆发里面把对方的领主或是什么其他重要单位给斩杀掉，然后你再一口气死伤那么多，就是你的交换要交换得过来，要不然其实交换不利，就是你的战损不够好看的话，其实真的就是所谓的白送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